我是艾琳。正如标题所写的，对，我跟松兰寿已经分手一阵子了。我们是在1月27号分手的。在这个影片里面，我想先说为什么，然后再来说过程，再说现在的状况。首先第一点，为什么？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我们之间的差距过于大。虽然荧幕之前表达不出来，也看不太出来，但是大家都知道他年长我20岁，年长我20岁就代表着他的历练、他的经济能力以及他的见识、思想广度、话题都与我有一定的差距。有人会觉得那没有关系啊，两个不同的人不是就是要互相学习、互相磨合吗？对，没有错。但正因为他在阅历方面比我多见识了20年，所以他会给我很多的建议，而这些建议就会产生更多的摩擦，像是你应该怎么做，或者是你应该这样做会更好，类似这样子的语句。但是我们真正分开的导火线是在1月27号那天早上。那天接近农历过年，所以我们一起到 7-Eleven 寄电到店包裹给我们的亲朋好友。他在寄包裹这件事情上面有很多的经验，所以他会希望你应该要写个卡片，又或者是你应该这样子包装，然后什么时间点去寄。但是那天的我并没有顺从他的这个规矩，所以我们有爆发了一点冲突。当然这样子的冲突在我们这交往的4年中已经不断的在发生，不下数十次，大概每个月都会有一次。每当爆发这样的冲突时，最后他还是会很绅士的主动向我道歉。在交往的初期，我确实听见人家这些建议，也照做了不少。渐渐到后面，我发现在感情中的自己，我还是没办法割让任何一丝的自由，任何一丝的主导权。在当天争执过后，下午的时段他要继续去工作，然而就在这个时段，我就打包了自己所有的行李，包括电脑设备、衣服、药物，一个人拉着行李箱搬到了台北。事前完全没有通知松软寿，直到他晚上回到家的时候才发现我已经消失了。我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幼稚而且不礼貌的单方面分手方式，但是对，我没有什么借口为自己找，就是这样子。确实是非常幼稚，没有好好坐下来跟对方谈。所以现在的我已经住在台北1个月了，谈我们之间现在的现况。在这1个月之中，我有陆陆续续回去拿我自己的东西。当我回到台中那个家，会发现他会在桌子上留下一些卡片，上面会写着他想对我说的话，以及他想对我表达的情感。然而我看完这些讯息之后呢，我也会在那张纸的背面留下我想说的话。所以我们陆陆续续的透过实体的信件沟通，慢慢化解我们之间的误会，然后找到彼此真正想要的是什么。他也能慢慢理解为什么我会做出这样子的举动。所以就这样子，我们透过实体的信件开始到达了 email， 再到达了网络通讯。讲的好像很高渣比，其实就是现在我们有陆续在传简讯这样子了。虽然我们之间没有复合，但是还是有保持着联络。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比较像是家人一般吧。我们就只是在旅途上，然后走到一个分叉点，需要各自去走各自的路。说不定哪一天在某个城市，或是在某个地标，我们又相遇了也说不定。所以说会觉得可惜或惋惜嘛？我觉得对一段这么长时间的感情来讲，一定会
一定会很惋惜。而且我觉得他是一个真正真心为我着想、在乎我的人。所以我觉得伤到他的心，我感到很抱歉。虽然相处过程中有很多的摩擦，跟最后没有走到圆满的结局，但是我很感谢他教会了我很多，以及我以前没有注意到的事情，也让我变得更成熟。然后虽然分手的方式不太成熟，搬来台北，对于工作、生活、感情都是一个全新的开始。So，我们彼此之间都还要继续再加油。当然我知道这个影片没办法交代所有的来龙去脉，你们可能还是会有很多的疑惑，希望我更加仔细的说明。所以可以的话，我会在这个礼拜日开一场直播来说明，回答你们所有的问题。So， yeah， 这就是现在的我。See you。